大家好。人与人走得太近时，彼此的关系往往会过犹不及，导致凶多吉少。即便是自己的挚友血亲，也无法逃脱这个定律。而且关系越亲密，产生的问题与矛盾便越复杂。在传统观念的驱使下，很多时候亲戚之间的行为会出现越界的情况。若是边界感太过模糊，许多原本的好事就变成了表面不言而内心不悦的苦闷之事。亲戚之间也是如此，无论关系有多好，缺少了界限的约束，只会徒增彼此的烦恼。今天这篇文章说的就是，若是不想埋下无穷后患，无论如何也别让亲戚长久住在自己家里，这不是薄情，而是聪明的体现。一、习惯不同，容易矛盾丛生。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随着成长慢慢形成的，很难改变。若是与亲戚是朝夕相伴，彼此熟悉对方的脾性，尚能维持和睦友善。但假如是长久不见面，突然来到家里做客，还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，那就难免产生摩擦。例如自己喜欢安静的环境，而对方偏偏习惯让手机公放，错乱嘈杂，一时不得安宁。想要劝告对方，又迫于情面压力，怕损了对方颜面，也担心伤了彼此的和气。于是呢，只能将怨气埋在心中，为了迁就对方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本来彼此关系尚可，却因为习惯的差异导致心生怨念。若是没忍住，发生了争吵，更是给彼此的生活都扰心添堵。其实生活习惯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，只有适合与否的差别。恰恰就是因为两种不同的习惯交错纠缠在一起，才导致了种种问题的产生。人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，正是这个道理。相距甚远时，因为血缘关系与久不相见而心生思念，反而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而当这一层滤镜被打碎以后，再深情意重的亲情也难以破镜重圆。二、人心难测，不懂感恩之情。这世上最深不可测的东西便是人心。很多亲戚只是表面上和和气气，其实背地里非常喜欢精打细算，只想占便宜，绝不吃亏。你的好心之举，他不会有感激之情，只会把关系模糊成不分彼此。若是他们无法享受到这些轻而易举的红利，还可能会恩将仇报，跳起来反咬一口。在电视剧《安家》中，因家族企业资金断裂，急需周转的龚先生无奈之下想要卖掉祖宅。在得知龚家祖宅挂牌1.5亿后，龚先生的太表姑奶奶竟然带着一家7口住了进来，想以此讹龚家5000万。几十年前，一度无家可归的太表姑奶奶来上海投奔龚老太爷，老爷子见其可怜，便收留了她。龚家不仅在生活上为她提供了多半照顾，还给她在花园的一角搭了间平房供她居住。太表姑奶奶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住就是40年，不仅1分钱房租没交，她的儿子上学结婚也备受龚家照顾。后来龚家搬走，太表姑奶奶还从龚家拿了一笔钱买了自己的房子。谁也没想到，曾经享受过无数恩惠的这一家没回来报恩，反而想着继续捞好处。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太多的人不知满足，更不懂感恩，将别人赠予的好处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享受，人情错付，惯出了他人一身毛病，反而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。3、暴露隐私，背后被别人谈论。家是每个人隐藏自己最好的场所，也只有在这里，自己方能无所顾忌。在这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
例如自己生活质量的高低、婚姻状况的好坏，又或是收入的多少。这些私密问题只有自己与家人知晓，并且也不想为外人所知。即便是与自己关系很近的亲戚，也从未想过暴露这些隐私之事。毕竟亲戚关系再好，相比较日夜相伴的家人而言，也是外人，许多事情不便知道。可若是亲戚住在了自己家里，就算日防夜防，也难免会将隐私透露一些出去。假如亲戚能守口如瓶，这样的尴尬状况尚且还能得过且过。若是对方喜欢多管闲事，将自己的私生活到处传播，那自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谈资。当你过得好时，对方未必真心实意替你高兴，反而可能眼红与嫉妒；而你过得不好时，他也未必会体谅或帮助你，反而可能会暗自窃喜。就如同孟汉卿所言：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见不得你好的人，往往就是身边的亲戚。很喜欢《论语》中的一句话：“事君术，思如意；朋友术，思疏意。”人世间每种情感都应有尺有度，人际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掌握好亲疏的分寸，相处过程中你和对方都会愉快。而一旦没了距离感，再好的感情都会变成一场灾难。好，刚才分享的文章是：关系再好，也别让亲戚住在家里，这不是薄情，而是聪明。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